你知道吗？在30年前，日本的结婚率曾经高达95%，但现在却有接近一半的人处于单身状态，成为世界级的单身大国。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日本人为什么不结婚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的单身现象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在1990年代的日本单身的人可以说是稀有动物，在当时没有结婚的人还不到 5%， 不过如今的日本却成为了单身大国。2020年15岁以上从未结婚的男性占比来到了 34.6%， 女性则为 24.8%。再算上离婚还有丧偶的人口呢，日本的单身人口占比 44%， 将近一半的日本人都是单身。这个数字呢，相比于美国的 31% 以及韩国的 24% 都还要高出不少。而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台湾，在1990年代呢，台湾人结婚的比例曾经超过90%，但到了今天20岁以上的台湾人也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结婚，放眼全球呢，也是名列前茅。而另外就算已经越来越多人没有结婚，但生活在日本的单身人士还是会常常的受到各种不合理的歧视跟骚扰。那这就让我们很好奇是什么让日本人从结婚大国变成了单身大国？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超单身社会就用了不少数据跟分析来帮大家解答了这些问题。不过呢，在开始之前，还是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君设计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包含认识身体的界限、挫折、情绪等等的生活观念，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刷牙、吃蔬菜等等的习惯培养。另外，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也热爱的这个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盲狗狗的故事好玩不说教，没有刻板的印象，热销超过2万本，是最符合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绘本。现在13本全套组合呢，有现省超过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1990以前的日本是一个几乎人人结婚的社会。当时日本有2个很普遍的现象，第一是企业大多采取终身雇佣制以及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指的是呢，公司不会轻易的开除员工，员工也几乎会在同一家公司做到退休。而年功序列制呢，则是指公司通常会以年资作为升迁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人的生活非常的稳定，不但不用担心被裁员，而且只要在公司待得够久，薪水跟职位也会持续的增加。而第二个现象呢，则是当时大多数的家庭呢，都是男性赚钱养家，女性当家庭主妇，也就是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而在这样子的社会风气之下呢，女性没有太多正职工作的机会，结婚成为家庭主妇几乎就是唯一的就业选择。如果不结婚呢，就可能难以温饱。那在这种个人经济稳定、社会风气传统的状况之下，规划人生就很简单，很容易建立几岁结婚几岁生小孩的人生计划，结婚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不过1990年代的一场经济浩劫呢，让过去这种非常稳定的生活以及标准的人生计划都受到了动摇，也成为了日本人不结婚的开端。根据作者的说法现在的日本人之所以不结婚呢，是因为经济环境跟社会观念的双重改变。从经济环境的改变来看呢，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股市跟房市崩盘，许多的银行企业也接连的倒闭，进入了就业的冰河期。存活下来的公司呢，大多难以招募新员工，薪水的稳定度更是大不如前。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出现了2个社会现象。第一是许多男性找不到正职工作，出现了大量的打工族，而这些人养自己都很困难了，更别说是结婚养全家。那第二个改变呢，则是社会开始接受女性进入职场，女性可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就算不结婚也能够养活自己。此外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呢，也会让有能力结婚的人有更多的顾虑，因为薪水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只要待得够久就一定会增加。再加上泡沫经济的阴影就算有办法养家，大家也容易有一种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不安全感，而推迟甚至放弃进入婚姻。那除了经济环境的不稳之外呢，社会观念的改变也是许多人不结婚的重要因素。根据1987年到2015年对婚姻做的7次调查，日本人对于婚姻的看法在这些年来发生过一些改变。在过去，许多日本男性呢会认为结婚虽然会增加经济压力，但好处是能够回应社会的期待，只要结了婚呢，就不会因为单身遭受到异样的眼光。
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养家活口难度大幅的增加，就有越来越多的男性认为单身生活的好处多多。除了没有养家的压力，经济会比较宽裕之外呢，还可以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而对于日本女性而言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结婚的好处都是可以拥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但相比以前现在的女性经济更加的独立，许多人自己就有不错的收入，要借由结婚改善经济的诱因也没有以前的那么强烈。此外呢，也不少人发现单身的生活更加的自由，不会因为有了家庭或是小孩就被迫减少跟家人还有朋友的联系。那无论是从男性还是女性的角度，结婚对于日本人的吸引力都在下降结婚的好处越来越不明显，反而是单身带来的经济宽裕跟自由，让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不过，虽然现在的日本单身已经是一个相对常见的情况，但社会却没有完全的接纳他们。许多单身的人呢，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歧视，甚至是让人不舒服的骚扰。根据调查，超过 65% 的日本人认为人最好还是要结婚，结婚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这样子的社会观念之下呢，有 90% 的单身者都表示自己曾遭遇过单身骚扰。很多人呢会用一种这个人不结婚一定是有什么缺陷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甚至单身呢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例如呢，有的人会抱怨上司每次碰到他就会开始说教，叫他不要把标准放得太高，要垫垫自己的分量，赶快找个对象嫁了。也有人因为单身升迁受阻因为他的上司觉得未婚的人呢没有照顾小孩的经验，所以没有办法照顾好下属。甚至有议员在质询的时候对市长说：“我没有办法跟没结婚的市长讨论，赶快结婚。”虽然这些人呢大多都会主张自己是出于关心或者是好意才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不过作者也指出，这种对于结婚的执念跟一些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上司催促下属赶快结婚，就好像有些传教士会说赶快信教，你的灵魂才会得到救赎一样。他们可能是觉得没结婚的人太可怜了，我要拯救他们，所以会用各种方法宣传结婚的好处。如果选择不结婚呢，还会被认为是异端，遭到他们的批评。不过，只要结婚，就真的能像这些人说的，一定能获得幸福吗？婚姻是不是能够带来幸福这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那从数据来看，已婚的日本人平均的幸福感确实比未婚的人高了不少，也有超过60%的高龄夫妇呢，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心灵支柱。这样看起来，结婚好像真的比较幸福。不过，并不是只要结婚就保证接下来的人生都可以幸福的度过。在离婚率高达1/3的日本，你还是很有可能会回到单身，甚至变得比原本更加的不幸。以日本的状况来说呢，离婚之后自杀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2倍。这些现象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单身的人不幸福呢？人为什么会感到不幸福可能有很多种原因。那依照作者的看法，不幸福的关键呢，在于认同感跟成就感没有被满足。根据一项调查呢，比起已婚者单身的人有更高的比例会认为自己在事业上面比他人优秀，而已婚者的自我肯定感，也就是喜欢自己的程度，却比单身的人要高出2倍。换句话说，虽然单身的人认为自己的表现更好，但他们却不肯定自己。作者指出呢，社会上面有许多人认为只有结婚才算是完整的人生，不管你有多好的表现，只要你是单身，就会被认为是有缺陷的。这种对于完美人生的单一想象，让许多不结婚的人不但没有办法受到外界的肯定，就连自己也会因此否定自己。所以作者认为与其说单身的人出了什么问题，因此过得不幸福，不如说是社会对于婚姻的想法，让许多处于单身状态的人更难肯定自己。所以真正要调整的，其实是我们对于单身的态度，而不是单身的生活方式。超单身社会呢是一本充满数据跟图表的书作者用了很多的调查统计去说明日本的单身状况。而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跟台湾有点相似的地方，例如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或者是社会对于单身者的不友善，都让人非常的有熟悉感。不过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作者把为什么日本人不结婚当作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现象，没有特别做价值评断。大部分关于结婚率生育率的书籍，通常都会借由讨论社会现象带出比较明显的立场。一部分的人呢会主张婚姻只是社会的枷锁，只有单身才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另外一种意见则会强调结婚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或是单身很自私等等。那不管是结婚派还是单身派这种急着给婚姻贴上好坏标签的行为，常常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做这个选择才对的，另外一个就不好。
他们觉得这种对于幸福的想法，可能正是给很多人带来不幸的根源。有的人其实不想结婚，但身边的人呢，却有意无意的暗示他结婚才是幸福的，或是他因为自己单身，工作能力就受到怀疑啊，甚至公司觉得他多加班才合理。那有的人呢，想要结婚他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就会被指责呢是自己标准太高啊，个性难搞，然后慢慢的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糟糕，也很没有魅力，整天活在焦虑之中。那么看过呢很多朋友例子之后，这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要不要结婚，要几岁结婚，这些都只是人生无数选择中的其中一种而已。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的人喜欢户外运动，有的人呢喜欢宅在家里面，大家获得幸福跟快乐的来源本来就不一样。单身有单身的幸福之路，结婚也有结婚的幸福之路。那比起别人的评价，或是担心该做哪个选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其实都是自己那个无论做出什么样选择，都有能力可以获得跟享受幸福的自己。正如同作者说的，幸福的关键呢，并不在于你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而是无论你处于怎么样的状态，都有不停追求幸福的行动力，以及无论多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能够感到幸福的能力。好的，那因为篇幅的关系书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没有办法谈到，比如说日本人的告白比例啊，草食男的现象是不是真的，甚至呢还有教你如何判断男生不想结婚的检测表。那欢迎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买这本《超单身社会》，支持好书跟出版社。那最后想问大家以下哪一个因素最会影响你的结婚意愿呢？ A. 双方的经济状况，没有钱的话呢，我是不可能结婚的。B. 情感因素，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那我宁愿单身一辈子。C. 各种焦虑比如别人催婚啊，或者是担心自己孤苦终老，所以呢年纪到了就会找个人结婚。D. 别开玩笑了，不管怎么样，我都绝对不会结婚的。一起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的单身现象。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单身焦虑以及为什么有人要结婚。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立，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 PR 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有个烂人啊！他们